随着台湾空军已获益于新型和升级后的 F-16战机等昂贵武器，海军发展成为下一个战略部署的焦点，包括正在生产中的潜艇以及已经服役的高机动性舰船等。在台湾国防部2400亿元海空战力强化特别预算中，就包括耗资592.7亿元新造10艘沱江级巡逻舰的项目，用于搭配分别在2015年和2021年成军服役的沱江与塔江两舰。12艘沱江级将以1:1比率汰换现役锦江级巡逻舰，成为台湾海军数量最多的军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台湾这型有着航母杀手之称的沱江级逆踪双船体导弹巡逻舰。沱江舰源于台湾海军的训海计划，打算建造一种采用双船体设计的新型军舰，配备8枚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导弹。2011年4月，训海计划的船体设计已经完成，预计于同年招标建造原型舰。国防部规划先以新台币20余亿元建造一艘原型舰进行测试，确定构型之后即可量产10至12艘，与光华6号导弹快艇混合编组，执行反舰和反船团任务。2012年4月，训海计划原型舰建造案由台湾民营造船业者龙德造船得标，并于5月开始建造。该舰于2014年12月23日在苏澳港13号码头举行交舰典礼，并被命名为沱江，以纪念1958年在92海战立下战功的沱江号驱潜舰。2015年1月，沱江军舰于春节战备巡夜时首度公开展示高达41节的航速，并将与光华6号导弹快艇以及锦江级巡逻舰共同担负近海快速反应部队的角色。沱江原型舰全长60.4米，舷宽14米，吃水2.3米，满载排水量502吨，最高速度44节，巡航距离3700千米。全舰人员共41人。军舰装有2具柴油主机，以驱动水喷射推进系统，排烟口则设在外部舷侧水线处，以降低废气的红外线迅迹。沱江舰可携载8枚雄风2型次音速反舰导弹与8枚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舰首装有一门76毫米舰炮，舰尾则有一座方阵近排武器系统。除此之外，舰体两侧分别装有 MK32 型水面舰船鱼雷管，装填 MK46 型鱼雷。沱江舰由40多个船段以雷射切割、焊接精密组合而成，采用双动船体设计，不规则形状的船体可使雷达波弹散或减弱，使敌方误以为是小型船，具逆踪特色。主甲板以下分别为左右2个吃水船体，舰体是由铝合金打造，一般磁性水雷无法吸附。由于吃水浅，沱江级战时会将疏散到各中小型渔港，避免对大型军港的依赖，保存海军打击能力的存续。沱江级巡逻舰配备了 TMASS 干扰弹系统，可干扰敌方反舰导弹的巡标器以及保护舰艇。该系统由莱茵金属公司生产之多弹种软杀系统发展而来，曾以未将威胁预警自动反制系统的名义于沱江舰上进行测试。其配备的 CS-SW26 电侦系统与光电感测器可接收敌方雷达或激光讯号并提供预警，再由整合于舰体内的12具干扰弹发射器发射干扰弹，以阻绝雷达波、红外线、紫外线、激光与可见光，使来袭导弹的目标器无法正常锁定舰体。然而，被寄予厚望的沱江舰在海试和使用中暴露出浮力不足、航行时震动过大、航速大幅降低等问题。外界多次传言，沱江号的拖曳阵列声呐因航行时舰体产生的震动和噪音较高，而使用效果受到影响。因此，后续量产型的塔江级导弹巡逻舰还是取消了拖曳阵列声呐和反潜鱼雷发射器。作为沱江级导弹巡逻舰的量产型，塔江号于2019年5月24日在龙德造船厂开工，2020年12月25日下水。舰名塔江2字中的塔取自台东县瓦塔溪，搭配台军巡逻舰命名模式江字而成。相比沱江号，塔江级长度增加至65米，宽度增至14.8米，满载排水量增加至685吨，吃水深度为2.1米，最高速度38节。续航能力由沱江号的约3700千米下降到约3300千米，动力系统则将柴油主机数量提升至4具，并且将排烟口改至了双船体的内侧，并加装了喷水雾设备，以降低废气的烟尘与热讯号。船体本身也可遮挡排烟口的热源，以达到红外逆踪的效果。结构上，
塔江级将沱江号水线下船体的2个片体底部由 V 型改为 U 型，并对舰桥、驾驶室外形、桅杆等进行了外形调整，将排烟口位置从2舷外侧水线附近移到了内侧水线以上2米，增加隐蔽性。主机排气方面，原型舰把排烟口设计在2舷外侧水线附近，测试结果显示水线排气口容易进水，导致机械故障。故后续量产型本打算将排气口高度提高2米，后续舰一度有官方模型显示追加了独立的烟筒，但又考虑到了向上排烟会增加舰体的热源，更容易被红外线探测系统发现，因此最后将排烟口设置在双船体内侧的水线以上2米，主机排气受到2侧片体遮蔽，并利用水雾来降低废气温度，降低船舰红外线痕迹。塔江舰的前部船楼、驾驶室外形也有更改，原型舰指挥驾驶室外形平整，量产型则改成了多面型向外倾斜，并缩小舰桥窗户。由于在原型舰的测试中发现舰桥上层船楼雷达反射波较大，所以参考各国巡逻舰舰桥的外形，改采类似钻石角度的多面型，以降低雷达反射强度，而缩小舰桥窗户面积，并改成了向外倾斜。除为了减少雷达截面积之外，还是为了降低阳光在海面上造成反射的影响。武器装备方面，塔江级相比沱江号有了不少的变化，取消反潜鱼雷发射器，将雄风2、雄风3反舰导弹的数量分别减至8枚和4枚，增加了16枚海剑2中程舰空导弹，以及配套的风眼 X 波段单面相控阵雷达。在不配备海剑2舰空导弹的情况下，反舰导弹的数量也可增加至16枚。此外，台湾海巡署也计划建造12艘以沱江号为基础设计的巡防舰安平级。安平级巡防舰尺寸相比沱江号有所放大，满载排水量增加到约700吨。由于没有装备反舰导弹，其航速能达到44节以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安平级巡防舰预留了导弹发射舱和接口，可以在战时加装雄风2和雄风3反舰导弹、密集阵近防系统等武器及相关的系统，24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平台的转换。平安级巡防舰目前已交付2艘。台湾国防委员会审查2019年度国防预算时指出，量产型沱江级巡逻舰的总价由新台币21亿元暴增至新台币50亿元，这是因为穿浪型双体船型的2个片体和上层建筑都比同吨位的传统单体船复杂，需要更多的材料，结构重量也大了很多。为了减重，双体船多采用铝合金建造，沱江和塔江2级导弹巡逻舰也不例外，这必然导致采购和使用成本水涨船高。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请持续关注我们，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